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刚火2年就翻车，90后女星又倒下一人。从某爽到某凡，再到某汉、某伦，当然这一代明星艺人也是最为得力的一代，恰逢娱乐圈高度发展的时期，尽情享受着各种流量红利，个个赚了个盆满钵满，天价片酬，粉丝前呼后拥，但同时也让他们在高速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，甚至公然挑战道德法律底线，问题愈积愈深，不断叠加，最终在这2年接二连三爆发，一个个轰然翻车崩塌。如今来到2022年年中，随着袁冰妍公司偷漏税被罚97万的消息登上热搜，90后女星又倒下一人。但是目前来看，得出如此结论还为时尚早。事件已经过去2天，袁冰妍本人还未曾道歉，除了人民日报的发文，还有人民网的痛批，再无其他媒体的点评批评，可以看得出官方对袁冰妍的评价还并不统一。当然粉丝们也有了各种借口，理由为偶像辩护洗白，诸如公司行为与个人无关，不属于个人偷漏税，不是主观行为，是财会问题等等。但是不管如何，袁冰妍也是难逃其咎。人民网点评道，演艺人员因偷逃税被处罚，袁冰妍已经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偷逃税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，别试图冒险，妄图蒙混过关。依法纳税是公民的法定义务，身为具有一定名气的公众人物，相关演员遵纪守法是保存自身名气的底线伦理，也是当好社会表率的基本前提。如果边偷逃税边打造良好人设，个人形象终会坍塌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作为原公司法人代表以及主要负责人，袁冰妍也是违法的。当然不能说公司行为不是主观行为，金额少、数目小就与个人无关，就不是违法行为了。在其退出公司之前，他是公司的法人代表，而且是100%控股，还是执行董事兼经理，所以你能说公司行为与袁冰妍个人无关吗？而在之前，袁冰妍先后在上海、宁波成立过2家工作室，其中上海的工作室同样存在税务问题，被警告整改过，而如今这2家工作室早已注销，然后才又在重庆成立了公司，谁知又出现了税务问题，你能说这是巧合吗？所以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许只有袁冰妍本人能够说清楚。对于大众来说，看到的也只是表面，但是一些基本事实是无可否认的。袁冰妍公司或工作室的税务问题是发生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，显然这3年时间是娱乐圈最为震荡的3年，各种问题一人频出，尤其税务方面，所以作为圈内人士，不是应该更加去加强管理与审查吗？而不是任由公司人员胡来，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，更是不可原谅的。作为明星艺人、公众人物，原本应该起着模范带头作用，更加严于律己才对。可是从2020年大火之后，袁冰妍在做什么？袁冰妍是一个已经30岁的艺人，而且其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在当年更是以超过1本分数的成绩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。大学期间，袁冰妍连续获得了上海戏剧学院2010年至2011年学年综合奖学金2等奖和2011年至2012年学年综合奖学金3等奖，所以素质并不差。可是在这些年频繁出现税务问题，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了。2012年，还在上大2的袁冰妍出演了电视剧版《叶问》，从而正式出道，当年还参演了《爱情公寓4》。但是作为新人，必然是要不断历练的，并不是每一个新人都能够一出道就大火，所以他也是熬了很多年。直到2020年主演的《琉璃》播出之后，才开始大火，被更多人所知道。虽然期间也出演过《老九门女一》《明妃传》等，和很多知名演员合作，
但是都是小配角。在其大火之后，做主角的机会才多了起来，还是和一些大咖，诸如落花时节又逢君、倾城忆清欢等。还有最近刚刚公布的《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，不过随着税务问题的曝光，有消息称该剧已经换人。另外，其出演的《理想照耀中国》其中一集也被有关电视台停播。虽然对于如今艺人翻车事件，大众早已看开了许多，但是并不意味着艺人们可以置道德法律底线于不顾，因为这些都是最为基本的，更不要妄想蒙混过关，侥幸逃脱。大众还是极其严苛的，即使如今官方还未表态，但是网友们的抵制是不会停止的，终究还是要凉凉的。